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的节目，对，已经有早来的了啊。这个我看看说的是什么，字儿放大，对呀，晚上睡不着，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44来打个卡，这是为啥呀？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你也周末好。这鸡蛋灌饼，咱们俩应该都算是老登了吧？对，今天呢，咱们要讲一讲老登的故事。70后呢，肯定是老登啊，这个现在可能80后也算老登了啊，或者说比较老的登了。对，怎么搞的？现在呢是屋子里暖气烧的实在有点太足了，家里现在大概有23度啊，可能快24度了啊，这个还是非常热的。鸡蛋灌饼算中登啊，好吧，那么你算中登啊，我算老登了，行吧？啊，你好，你好啊，大家都点赞了没？点了赞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讲今天的节目了。羡慕北京冬天有暖气啊，是这个南方是很难过的啊。我在上海过一个冬天还是2个冬天，是比较痛苦的。好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老登的消费正在崩溃，年轻人是转向了呢，还是整体消费都崩了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还记得我们当初追求的那些高光时刻吗？啊，坐在高档餐厅的包厢里边喝茅台，啊，或者是喝 XO 喝这些东西，住5星级酒店啊，去看奢侈品专柜，因为我自己确实不怎么买这个东西。虽然很多奢侈品是女性向的，但其实买单的呢大多是男性。在房价不断创新高的时候呢，那些早些年省吃俭用买了房的同事们总是满脸骄傲。现在这些呢都一去不复返了啊！老登所追求的所有东西，除了漂亮小姑娘之外，其他都不值钱了。漂亮小姑娘现在已经都变成精神小妹儿了啊，已经换了另外一种玩法了，大概也不太屌这些老登了。那么到底是消费彻底崩了呢，还是仅仅老登们的消费崩了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了。首先要确定一点，就是老登的消费肯定是崩了啊。什么是老登呢？就是像我这样啊，70后啊，当然还有60后。大家注意，老登专指男性啊，女性不算在里头。因为中国的一切问题、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核心根源：男人没钱，对吧？为什么这个结婚率低啊？因为男人没钱。为什么离婚率高啊？因为男人没钱。为什么大家不生孩子了？因为男人没钱。所以老登这个事情，我们只讨论男性啊，不讨论女性。其实呢，老登本来也不是一个消费特别主力的群体，对吧？女人、孩子、狗和男人。这个里边的男人呢，指的就是老登们啊。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Z 时代95后到00后这帮朋友，他们的消费能力是至少超过狗的啊。虽然还比不过女人和孩子啊，但是已经脱离了原来老登的这个范畴了。那么老登的消费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白酒、房子、奢侈品，这个星级酒店、高档轿车啊，就这些东西算是老登们比较喜欢的一些东西了。那么老登消费的特点是什么呢？对吧？老登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呢？老登呢，通常是一帮很重视面子和人情往来的人。
所以呢，老登消费的很多东西并不是让自己感到开心的，而是让别人能够看到说，哎，你喝的是茅台啊，你这个房子很大，你住的是5星级酒店啊，那么这个是很彰显身份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老登们通常比较默认权威的这个价值，所以老登们会去买奔驰、买宝马，对吧？会喜欢这些奢侈品，都是有品牌的啊，香奈儿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是老登们喜欢的东西。因为他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玩意儿，老登们通常是很忙的啊，或者说生活压力很大的。那怎么能够说，哎，我用比较少的时间，用比较多的钱啊，让大家给我一定的尊重呢？就是买这些有牌子的东西。而且老登们呢也很注重投资属性，所以老登的很多消费呢，其实并不是说买回来享受，特别像房子，是吧？很多老登们买房子是为了投资啊，我为了把它租出去啊，为了能够有一套房子不断升值啊，为了子孙后代把它留下去啊，做这样的这种投资。而且老登们呢对新兴的潮流啊，通常不是那么敏感。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老登们就不喜欢，而是什么呢？你要想追潮流，你需要花功夫，对吧？老登们都在忙着干活呢，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有功夫去研究到底现在流行什么。所以总结呢，就是老登基本上都是在为别人花钱啊，要么给别人花，要么花了为了给别人看，对吧？并不注重个人的享受和体验啊，这就是老登消费的一个特点。那么老登们的消费现在崩了，是一个大家的共识啊，但是崩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说老登的消费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接盘呢？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比如茅台，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呢？这个就要一项一项来分析了啊。比如说第一个白酒，看看茅台现在的价格和股价啊，就知道现在是整个的行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了。全国的白酒厂里边，茅台已经算是最好的了，那其他的白酒厂肯定是更惨。白酒这个东西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在抖音上也好，在小红书上也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啊，都在被污名化。为什么污名化这个东西？第一个说的是，白酒这个东西啊，它是很难喝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喝白酒，可能除了茅台之外，其他的也确实没有喝出多好喝来。然后第二个呢，讲的是，白酒自古以来其实是上不了台面的啊。这个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喝的都是黄酒，直到解放后才慢慢的开始喝白酒。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黄酒是拿真粮食酿的啊，大米、糯米以及小麦，等于是拿这玩意儿酿的。而白酒这个东西呢，是拿高粱啊，它是拿这些粗粮酿造的啊，白酒是不浪费粮食的。而且呢，在解放前啊，这个文人雅士们喝黄酒啊，这个温上一壶酒，还可以作诗，还搞这些事情，他会把整个喝酒的时间拉得很长啊，而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些这个脑力方面的拼搏。而白酒这种东西呢，通常是穷人喝的啊，就是一些真的，比如说拉洋包车的呀，像骆驼祥子这种人啊，他喝这个白酒可以在冬天御寒啊，可以在很少的分量的情况下，你喝一点点啊，就觉得有足够的刺激。所以白酒现在正在被不断的污名化，即使是茅台也是如此。因为茅台这个东西呢，它是高粱酿造的啊，在甚至有人在讲说啊，为了酿造茅台啊，特别是果酒茅台，饿死了多少人啊？在大饥荒的时候，为了保证茅台的酿造，对吧？还让很多的村子直接有人被饿死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而现在呢，白酒这个东西被年轻人认为是一个什么？不是一种享受啊，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喝的东西。白酒确实没那么好喝啊。他们认为白酒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咱们以前在酒桌上，大家劝酒、灌酒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被灌酒的人真的喜欢这东西，对吧？大家都在看到底能忍耐到什么情况下。啊，这个我记得以前在山东喝酒啊，每一个人都是上来说，我们先掏病假条啊，我这个是心脏病、高血压啊。那个人说，哎，你看我这个已经搭了桥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已经做过手术了。但是呢，把这些假条放这儿啊，咱们接着喝。我记得当时山东人喝酒是3个不放过啊，第一个叫这个脸红的不放过啊，第二个是
这个女同志不放过，第三个就是掏病假条都不放过。所以你想想他在干什么？他就是在大家测试一下啊服从性啊，测试一下谁更有酒量啊，谁这个喝酒更厉害一点点。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有点像流氓啊，这个3刀6洞什么搞这些东西的一个这种比拼啊，并就是跟这种文人雅士啊，或者说跟这个消费升级这件事儿本身是没关系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原来有权力灌酒的这帮老登失业了啊，年轻人说那咱就不伺候了啊，本来也不好喝也不爱喝这东西，对吧？上来还留下了很多心理阴影，以后不喝了，对吧？咱喝别的去了。现在年轻人更多的是喝这个精酿啤酒啊，或者是一些洋酒或者一些果酒啊，他们对于白酒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的说离他而去了。第二个东西呢是房子，房子这种东西呢，其实投资属性是更大一些的啊。现在房子的投资属性已经彻底崩溃了，租售比还是极差，对吧？你像房子降价了以后，租售比想着能上升的，结果不行啊，租金也在下降。这个房价现在不断下跌啊，房子本来是婚姻的刚需啊，你说我要结婚必须要有一套房，现在年轻人也不再惦记结婚了啊，那么这件事儿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呢，现在小升初也好啊，小学入学也好，也是改得乱七八糟的啊，学区房的市场呢也在逐渐的萎缩和崩溃，而现在没那么多小孩了，对吧？你说我一定要整套学区房，何必呢？学区房都是那种老破小啊，就是在很好的位置，但是本身那个房子很小很贵，现在这一块市场也不行了。房地产的所有指标啊，包括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开工、这个买地、竣工、销售的所有数据都是按照2位数在下跌啊，这个就是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啊。最近据说要出新政策，干嘛？贴息买房，就是你现在贷款买房，这个利息不但不用付，然后国家还贴给你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房买走。现在2线城市的房地产已经基本上是崩了，对吧？这个1线城市呢还可以再稍微坚持坚持，法拍房基本上是拍不出去的啊。所以现在说，哎，我这儿2线城市的房啊，贷款还不上了怎么办？也没人管你啊，这个真给你收上去也很麻烦。银行呢现在在集中抛售房产啊，这个都是几万套几万套往上挂牌，国企国资也在集中抛售。因为大家都怕谁跑得慢了怎么办啊？所以大家都在抛。1线的房子呢，还在等着老登们去拯救啊。现在1线城市的房子是什么好卖啊？叫改善性住房，也就是120到140平米之间的这种房子是相对来说还有成交量的啊。就是老登们手里的还留了一点点钱啊，现在呢已经不惦记投资了，就是我再住的稍微舒服一点点啊，这个还是有成交的，但是其他的已经很难了。除了这个白酒房子之外呢，下一个是奢侈品。但是奢侈品这个事儿呢，叫冰火两重天啊，什么意思？就是大众奢侈品跟顶奢它是2个完全不同的玩法。什么是大众奢侈品呢？就是原来比如说几万块钱一个包啊，或者几千块钱一个包啊，就这种东西，什么 GUCCI 啊、Burberry 啊，什么这些东西呢？现在基本上都是2位数下跌啊，10几、10几、20%这样每年往下跌。但是顶奢啊，什么爱马仕啊、Prada 呀、卡地亚呀这种高端的珠宝，这个呢在以2位数的增长啊，所以有钱的人啊，就是最有钱的这帮人啊，还在疯狂的消费，他们非常非常有钱。而这个原来买这种大众奢侈品的这些中产的老登们呢，就玩不下去了啊，这个已经不行了。现在什么在涨呢？比如说是老铺黄金在涨啊，但是原因呢，并不是大家多么喜欢它，而是因为金价不断的在涨，它还是有一定的投资属性，所以呢，老铺黄金还在涨啊，别的已经不行了。高端手表也崩了啊，全球瑞士手表2024年比2023年下跌了2.8%，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稳吧。中国下跌了28%到30%，对吧？所以这个崩溃这个东西只在中国发生啊，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年轻人现在基本上也不太戴表了啊，就算戴个表，可能戴个 iWatch 完事儿了。所以中国现在
这个顶奢的手表，瑞士表，什么欧米伽呀，什么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完了。年轻人是不喜欢为老登的品牌权威买单的啊，像我们以前可能，哎，这个是欧米伽啊，那个是什么浪琴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我们愿意去买啊。但是年轻人说这是啥？还要让我去花时间了解这个，没兴趣啊，他们对这个一点意义没有。再往后一个崩掉的东西是星级酒店，对吧？这个星级酒店我原来看过啊，今年上半年啊，北京的星级酒店90%几的利润就都不见了，啊，这个基本上属于是能够勉强打平，啊，估计打不平的都已经没有写在报告里头了啊，就没有统计到数字里头去，直接倒闭了。这个高端餐饮跟星级酒店啊都在大撤退，都已经玩不下去了。现在呢，很多的高端餐饮和星级酒店都在推各种廉价套餐，啊，这块呢，还是有一定的声量的啊。我前头还录过一期视频，就是这个很多人家原来几千块钱啊一个套餐的啊，现在可能100-200就可以吃到了，啊，大家可以有兴趣的时候去吃一吃去，对吧？那么这一块的话，也是这些星级酒店和高端餐厅的苟延残喘的一种方式吧。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原来呢都是吃公款的，跟白酒是一样。像茅台，我喝了也不少，但是基本上没有自己花过钱，对吧？我不知道谁是自己花钱喝茅台的啊，但是这个可能还是有啊，茅台我估计可能还是有的。但是你想，你到这种很高档的餐厅里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了以后不开发票的，我好像就真没见过啊。然后去住这个5星级酒店或者比较大的这种酒店，好像也很少有人说这个最后不开发票。可能我觉得在5星级酒店最后住完了不开发票的，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住的很多，然后拿着这个积分房票去住5星级酒店的，他们最后是不需要发票的，对吧？但是其实也还是由公家来出钱的，或者由公司商务来出钱的。现在呢，会议跟商务这方面呢彻底消退了。大公司的各种的财务和预算都在收紧，所以这一块的消费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现在呢，真正能起来的是各种特色体验型酒店，或者是那种很标准化的这种酒店啊，他们现在还可以，比如说像华住，对吧？他们现在整个的生意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叫中低端标准化酒店。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很特色的酒店啊，什么这种海边啊，或者是这种有景观的这种酒店啊，那么他们还是有一些生意，但是原来那种这个星级酒店就全完了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出去玩呢是住床车的啊，床车是什么？不是房车啊，就是 SUV 啊，把后排座椅放平了以后，然后在里头铺一个床垫就开睡这种东西，对吧？咱们现在都是玩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车都贼大贼大的。那这个玩床车是没有任何问题，大家现在出去玩都是不住酒店的，那么酒店算是崩了。像我们以前，比如出去干活啊，出去出差啊，几个公司的人，比如我们干一个项目，大家得比，说你住的哪个酒店，我住的哪个酒店，对吧？这个后来我在互联网公司里头都是住最便宜的酒店，当然不至于最便宜了，最便宜的你比如说像7天那种那个。我们还是不去住的，我们一般会去住像什么，全季啊这种，可能也要300-400、400-500这样的但是它地上是没有地毯的，就是当时我们比较酒店好坏，就是看地上有没有地毯因为地毯这个东西呢，比较难打理就是打理的过程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有地毯的酒店一般是比较贵的。现在大家都不在意这些事儿了反而是全季这些这个生意还不错。对吧？你说我为什么要为地毯这种东西去买单呢？对吧？万一它打扫不干净，还弄得挺脏，对吧？咱干脆就是有这个把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的这种酒店住上就完事儿了。再往后高档车也废了 ，BBA 在华的销量也都是20%、17%-18%的这样的下跌。他们在全球其实销量也在下跌但是呢，也就是跌个3%。跟刚才咱们讲这个大众消费品大众奢侈品的这个跌幅是差不太多的跟这个瑞士手表在全球的跌幅也差不太多，都在跌，只是呢在中国跌得更狠这个基本上是跌到10%几，有的跌到20%几。保时捷
2024年啊，这个销量下跌了28%，全球只跌了3%啊，这个算是一个样板。为什么咱们讲保时捷不讲法拉利，不讲这个兰博基尼这些东西？咱们刚才看奢侈品的时候也看到了啊，这个大众奢侈品跟这个顶奢是不一样的。保时捷呢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大众的奢侈品，它在所有跑车里头比较大众的一款啊。但是你像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这些东西呢就差很多了啊。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消息是谁呢？是长得像个三叉戟那个玩意儿叫什么来着？那个车标的啊，这个他们家是，我一下到嘴边把那名字忘了啊。他们呢是出了30多万的车啊，但就是一辆车做出来30多万啊，这个也是这个玛莎拉蒂啊，玛莎拉蒂好像是他们是电动 SUV 啊，直接把这个车价打到30多万，然后呢这个各种的这个配置可以跟国内电动车比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扔出来了啊，说你看我们并没有那么高高在上，对吧？玛莎拉蒂其实跟这个保时捷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一个位置上，还有一个是捷豹啊，大概也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保时捷可能要比他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现在也不行了啊！你别看它销量只下跌了28%，他们的利润基本上快跌没了，跌得非常非常惨，因为他们也需要去降价呢，其实降的并不多，但是对于这些车厂来说啊，或者对于这些车的销售商来说，你压货的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啊，你是要支付资金成本的。对吧？我把一辆保时捷压在这儿，然后1年没卖出去，那这个成本嗨了去了，对吧？所以现在啊，这些也都不行了。原因呢也很简单啊，也没有那么多公务和这个商务要求了，对吧？我们现在开着车出去了以后，除了自己看着开心之外，你也不需要跟别人比了，对吧？人家原来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大家开着 BBA 就来了，然后我这儿开了个这个小破车进去，那丢人啊！对吧？现在无所谓，大家都是自己开心就完了，你爱说啥说啥，对吧？这个就 BBA 就不行了，保时捷也不行了。所以现在呢，这些大的车厂被国产电动车极限拉扯啊，国产电动车玩的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啊，然后配合这个把后排座椅放平了以后变床车使了啊。你说你去睡床车了，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到了一个旅游景点，我就算睡床车了又怎么样？周围的人谁也不认识我。我睡了床车也不丢人啊，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这几个老登喜欢的东西咱们都说完了，初步结论就是老登们的消费确确实实是崩了啊，顶不住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只有老登崩了呢，还是全社会消费都崩了呢？年轻人呢，现在确实在消费一些以前老登们不怎么消费的新东西。但是从总体的消费数据上来看，整个社会的消费情况肯定都不怎么样啊，并没有快速的上升或者有一个转换，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也没办法，因为咱们的政策呢一直是这样。像我以前也是讲过很多的这种题目是什么，就是中国人的这种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呢，永远是问你一个问题，叫保大还是保小，对吧？就是以前的这些。解放前吧，这些医生啊，看着这个产妇难产了，就会问家属：你要保大还是保小，对吧？这个里面最正确的、最道德、这个政治正确的回答就是保大啊。所以呢，咱们也一直是保大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咱们的政策叫强政府、保企业啊，民众呢再忍一忍啊。咱们的政策一直是这样，你要是民众再忍一忍呢，他的这个叫什么呢？他的这个。消费就起不来，对吧？所以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是政府在花钱啊，甭管是做基建也好，或者政府做以旧换新也好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政府在花钱。所以上半年的各种经济数据呢还能看，到下半年呢就开始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到年底了呢，政府手里也没钱了啊，那大家干脆都躺平算了，对吧？特别是反内卷之后，把企业的最后一点心气儿也给干没了。原来呢，胜败靠自己努力，对吧？企业呢还是愿意花钱去扩大生产，去改进工艺，甚至是去贷款扩大产能。哪怕是说我花了钱去内卷企业也还是愿意去拼一拼的。现在反内卷了胜败已经不再是商业因素范围内了，
所以10月份啊，中国企业的贷款意愿急剧下降。中国10月份啊，这个各种的货币指标都是完全惨不忍睹的一个状态，全世界都在印钱啊，都在放水。大家知道谁印的最多吗？对，中国印的最多啊，咱们比美国印的多，咱们比美国加日本加前的几个国家加一块印的都多。但是呢，我们印出来的钱是流动不起来的，因为企业不愿意去啊，在这个里边啊贷款，让这个钱正常的运转起来了，所以啊，这个印了钱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因为是强政府保企业啊，让民众忍一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中国现在还发生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现象是什么呢？叫电商覆盖率在下降。啊，这个叫电商渗透率在下降啊，应该这么讲，直播电商的大量主播在失业，对吧？很多人原来在杭州专门有一个叫做网红大楼啊，那一个楼里可能住了几十万人啊，在里边做直播，现在那楼基本上空了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马云原来想着说，我们的电商的渗透率应该能够达到40%，甚至达到60%。但是呢，我们大概最高的时候的电商渗透率也就是27%、28%的样子啊，现在已经回到25%，就每年下降1到2个百分点。原因很简单啊，政府跟企业花钱，它是不需要电商的呀，你也不需要直播呀，对吧？你不可能说政府我今天要招投标了，先看个直播，然后我就把东西买了，这不现实，对吧？所以这个电商渗透率跟这个直播这些东西都是 C 端的啊，就必须要民众花钱啊，这个玩意儿才有意义。如果民众不花钱了，那么这块都是不行的。当然，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还是要稍微粉饰一下太平的嘛。这个你问国内说为什么电商渗透率下降了啊？这个比较正确的解释是，现在很多叫体验经济啊，体验经济是你必须到线下去的啊，比如说我去泡个脚了呀，啊，或者是去滑个雪呀，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是电商，所以呢，他们是叫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消费。你可能在线上呢买了个券啊，但是最后还要到线下去核销，这样呢让电商的渗透率会下降一点点。但其实电商渗透率下降的最核心原因就是现在都是政府和企业在花钱啊，民众是不这么花的，即使是年轻人啊，他们也不怎么花钱。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现象啊。第一个奇葩现象是什么呢？叫养老金倒挂。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的养老金是比年轻人的工资高的，对吧？而且还高很多啊。这个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啊，事业单位啊，或者有编制的这些人，他们的退休金可能能上万啊，或者大几千啊，6、7千、7、8千的样子。而年轻人找工作的话，你找不到年薪月薪1万块钱的工作，挺难的，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大学生，你在北京你毕业了以后去找个工作，可能也就是5、6千、6、7千啊，因为在北京是这样，你少于7千，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你想再租房，再想在这儿啊过日子，你很难啊，生活非常非常艰难。你在北京说我有一个3000的工作啊，让大学生啊，特别是外地大学生在这儿是比较难的。北京大学生还可以住家里，还是可以忍受这件事情，外地人基本上搞不定，对吧？但是呢，退休金啊，比如说我妈是有退休金的啊，她一个月也有万把块钱啊，对吧？这个是现在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全世界大概实现这种倒挂的国家没有几个，法国好像实现倒挂了，但是一旦是退休金倒挂了，年轻人就不干活了啊，因为说我再怎么干活，这个折腾了半天，甚至我干多少年啊都没有这个退休金高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年轻人啊，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种啊，这个叫做上班的都是赔钱上班啊，家里要给钱的。中国呢，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养老金倒挂的一个情况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其实真正能拿到养老金的人并不多，对吧？那么这些人啊，就可以拿的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养老金。而且中国呢有一个很奇葩的这种社保缴纳制度啊，这个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最低工资啊，还有一个呢叫最低社保缴纳工资，这俩东西是俩数，对吧？最低工资呢，你可以是啊，比如说一个月2、3千啊，在北京有可能是2000多还是3000多，我忘记了。但是最低社保缴纳工资是多少呢？是社平工资的60%，
对吧？在北京大概是7000多块钱啊，是这个社保缴纳工资。所以呢，你如果一个人啊，甭管你是大学生也好，还是在这端盘子也好，端盘子有可能一个月真的是挣3000啊，但是呢，人家是管吃管住的3000，对吧？但是你要按照7000块钱去缴纳社保，所以呢，他一个月的社保要缴纳啊1700-800块啊，这个对于一个月薪3000的人来说，这基本上就没法整啊。前面咱们讲社保的时候也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呢，在中国最低社保缴纳工资是社平工资的60%，而最低工资通常是社平工资的20%到30%，啊，所以这两个数是极度不平衡的，对吧？你想他挣3000的时候，他交了一半的钱上去交社保，那肯定上面这些人是可以领到啊，比如5、6千、6、7千啊，甚至是上万的这种退休金的。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啊。那么它会带来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叫啃老上班啊，就是现在经常有人讲啊，说孩子呀，你回来吧，别在大城市待着了，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你上班了，对吧？你按道理说上了班应该往家里给钱，像我是95年开始上班啊，95年上班了以后呢，就开始往家里给钱，对吧？虽然给的也不多吧，家里也不指望我这点钱啊，但是呢还是会给，意思就是我独立了啊，这个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上班的人的一个很注重的一个仪式啊，你一定要开始往家里交钱了，对吧？但是现在都是什么呢？都是家里头老人啊，甚至是结了婚了以后的这个4个老人啊，一起来养着一个孩子在北京上班，现在都养不起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说你回来实在是找不着工作啊，家里有退休金啊，有房，我们养着你啊，你都比你在北京、在上海这些地方上班要省钱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年轻人想在大城市里生活下去，就要家里老人供养。如果再想在大城市里头买房置业，那真的是掏空6个钱包。什么叫掏空6个钱包？得老人把老家里的房子卖了啊，他才有可能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里头买得起房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现象是什么呢？叫这个贷款卖房啊，这个没说错啊，不是贷款买房，是贷款卖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房子实在是供不下去了啊，那么就要把这房子卖掉。但是卖完了以后呢，你还剩一块贷款没还完，你还得接着向银行去还去。因为中国的这个银行房贷的政策也是全世界最奇葩的，对吧？你不能说我断供了以后房子你收走就完事儿了啊，房子收走了以后还要接着找你要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说我把房子卖了，剩下贷款怎么办呢？我再出去借一个消费贷啊，然后把剩下的房贷还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叫贷款卖房，对吧？他会发现，哎，我借个消费贷把这个房贷还上这个事儿呢，要比接着还房贷划算啊，因为房贷的利息是很高的啊。这个现在房贷折腾了半天，大概是有可能还有5%左右的利息啊，这个是很恐怖的。现在呢，其实老登还是比年轻人有钱的啊，但是呢，老登真的是不怎么花钱了，对吧？老登的习惯是存钱啊，养老啊，这个以后还要靠这玩意儿养老。虽然啊，这个像我这样的现在已经算老登了啊，再过10年可以领到退休金。我估计，如果经济没有什么好转的话，可能我领到的退休金还是要比当时工作的年轻人要多的，对吧？这个当然不是他的退休金啊，是他的工资啊，要比他的工资要高。但是也没办法啊，万一以后钱毛了怎么办？所以还是要尽量攒点钱呀。啊，一方面要养老，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要准备治病啊，万一生点什么病，现在医保也不能全都包了呀，还得准备钱呀。所以老登们会愿意再攒一点钱啊，而且在国内住养老院的钱是很贵的啊。即使刚才咱们讲到老登们的这个退休金比年轻人的工资是年轻人前3、5年的工资都要高。对吧？就是你有2、3年工作经验了以后，你的工资还是没有老登们的退休金高。但是要注意啊，在国内住养老院要比老登们的退休金要多啊，那个钱啊，不是老登们拿着点退休金就可以去住养老院的，还是要攒钱的啊。所以这是国内的一个比较奇葩的情况吧。所以整个社会的消费呢，肯定都是在滑坡的。那么年轻人是不是有了新的消费方向了呢？有啊，这个比如说演唱会啊，各种表演、各种演出
啊，艺术的各种展览啊，这个是年轻人们比较喜欢的，他们会排队去买票啊，很高价的票都会去买啊，甚至会用几个月的房租去买票去看演唱会，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但是呢，这种东西不像我们以前了，我们以前比如说我去吃了顿大饭啊，这个住了个好的酒店，我会出去跟人显摆，人家年轻人说我就喜欢这事儿，我看了。我把钱花了，我自己开心了，完事儿了，对吧？这个是跟我们以前有很大区别的。然后是旅游啊，这个年轻人很喜欢旅游，而且年轻人们的旅游呢，跟我们以前也不一样了，他们是穷游去了，住床车，住完了以后啊，到那儿陶冶情操，我自己开心了，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说真的要像我们以前那个是要去这种比较贵的地方玩啊，比如说香港、澳门啊，或者是日本啊，或者是去到这种国外去玩去。没有这个，年轻人就是我这个开个车啊，比如说从北京出发到这个张家口啊、禹县啊，这种地方去玩一玩，然后拍一堆照片回来也挺开心的，对吧？到那儿睡一晚，这个睡在车里睡一晚上，然后到那儿下去啊，那把这个当地人的小吃吃一吃，然后把当地的景点逛一逛，照照相打打卡，人家开开心心就回来了，对吧？这是年轻人的旅游。酒呢，他们也不是说不喝了，还喝，但是呢，他们喝果酒和低度的这种纯粮酒啊，其他的酒基本上其实是已经不喝了，就特别像白酒这个东西不喝了。奢侈品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奢侈品，很多二次元的东西其实也都挺贵的。还有一个东西很奇葩的，叫拉布布啊，拉布布这东西你说离奢侈品是不是还远了点？但是拉布布现在正在向奢侈品的方向前进啊，跑得还挺快，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很小众的啊，很这个小圈子里头的这种奢侈品啊，他们也在开始流行了。而且年轻人喜欢二次元啊，或者是2.5次元啊。所谓2.5次元，就是由真人去表演二次元里的一些人物，所以他们喜欢花时间啊，花钱去追番，去买各种衍生品啊，去收集手办啊，甚至是去看二次元的各种线下的活动和演出，对吧？这个前两天我儿子还跟我讲，哎呀，这个上海有一个我喜欢的游戏的这种音乐也会啊，然后他想去看，我说那去呗。喜欢就去，没什么问题。虽然我这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的现场演出，因为觉得花这个钱不划算。这个，但是小孩想去，那就是他们的追求吧，那去呗。所以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叫体验型消费，对吧？现在呢，这一块消费还确实是在启动，只是现在是体验型消费呢，这个花的钱并没有那么多，他们不会为了别人的看法买单。对吧？不为品牌溢价买单，品牌和品牌价值是需要重新积累的。就是现在老登们喜欢这些名牌，对吧？最开始也是小作坊，对吧？像很多我们原来知道这些名牌，有的是做什么马具的，有的做什么其他的这种小装潢的这种小作坊，它也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名牌并不会因为一代人的迭代就重新洗牌，但是呢，名牌会因为巨大的消费降级而重新洗牌，所以现在就是这些，这个知名品牌在重新洗牌的一个时间点。只是中国呢，现在洗的要比海外更快一些。现在呢，逐渐进入了一个低欲望社会啊。这个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论点，说很多这个粮油产业的这种经销商都开始抱怨生意难做了。大家就奇怪说，你现在日子不好过吧？你少吃点肉蛋奶，少吃点蔬菜，你总不能少吃了米面粮油吧？这个其实很简单啊，低欲望社会了，大家都健康饮食，少吃米面粮油啊，少吃盐，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共识。特别是什么呢？大家现在不去饭馆了，对吧？饭馆里头有很多东西是高油高盐啊，而且很多的主食实际上最后是被浪费了。如果你在家做饭的话，你一定是低盐低油的，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的米面粮油的销量都在下滑。这个呢，并不是说真的穷到吃不起米面粮油了，而是现在低欲望健康生活了。那你说有没有别人也经历过这种啊？中国现在这种老登消费马上崩塌啊，这个年轻人消费有没有接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呢？甚至咱们刚才啊，按照我讲的，基本上看到的是中产崩塌，对吧？最上边这些买顶奢的人，
他们的那个销量还在呈2位数上升呢，啊，这个中间这部分人啊，他们的消费崩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想到什么？日本的失落30年，他们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呢？啊，也是如此啊，他们也经历了老登消费崩塌的一个过程。啊，从1990年啊，日本就开始消费转型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叫刹那主义啊，一刹那，这个应该是一个佛教用语啊，一刹那是多少多少什么这样的这种一个时间的长度啊，就是意思很快的一个意思啊。什么叫刹那主义呢？就是豪车，这个高尔夫啊，他们日本人是喜欢玩这些东西的啊。你要跟人比说，我这个车是什么样的啊？我这个买了哪个高尔夫俱乐部的这个会籍了啊？这是日本人真正比的东西，对吧？他们从刹那主义啊转向了什么呢？叫做极简主义。所以后来日本人流行什么优衣库啊、无印良品啊，这都是日本人后来流行起来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讲的，刚才我讲的什么全季酒店、什么华住集团，基本上你进去看就是无印良品那个风格，对吧？你说有设计吗？也有一点啊，也有点调性，但是呢，极简，对吧？低欲望啊，就基本上是按这个方向来的。那么现在的日本呢，号称叫第4消费时代啊，这个有一本书叫第4消费时代，是日本的一个叫三浦展的人写的，2012年出版的。他那里的描述是什么呢？他说日本的第1消费时代是1912年到1941年，只有少数城市中产享受现代消费啊。当时呢是百货商店啊，这个游乐场，这个近代都市生活为代表的少数中产阶层的这种消费。对于中国来说呢，应该也是解放前这一段时间，但是中间这个抗日战争这段他没算啊，就是1941年到1945年他给隔过去了。所以呢，这个第2消费时代呢，它计算的是1945年到1974年，是战后复兴高速增长和石油危机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当时日本人讲的叫1亿总中流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大部分的日本人是中产阶级啊，这个是日本人很骄傲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当时肯定没去过日本啊，因为我72年才生，我应该是九几年去日本啊，应该是98年还是90几年去日本啊？当时啊，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看我们还是1亿在中流啊，这个我们很骄傲这件事情啊，而且还跟我讲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就算是大富翁啊，很有钱的人，你也得坐地铁啊，跟我们一块儿挤这个车，大家都穿西装拎着个包，没有什么区别。我在日本就见过啊，一个老头啊，坐着劳斯莱斯在箱根跳下劳斯莱斯，钻到地铁里去了啊，这个我确实见过。啊，他就我们当时在日本啊接待我们的人说，你看这就是日本社会，对吧？他说你们那个中国不叫社会主义，我们才叫社会主义呢，我们很平均，对吧？这个是他们当时所追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消费单位呢是家庭啊，所以当时大家买的是电视机啊、电冰箱啊、洗衣机啊，然后是私家车呀、独栋住宅呀，所以当时的主要消费这些东西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所以超市、电视广告带动了全国同步的标准化消费啊，这句话很重要，标准化的，大家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然后等到这个阶段呢，中国其实是，怎么说呢？改革开放以后的这段时间，应该是跟这个阶段是比较相对应的，对吧？中国从解放到这个改革开放之前，其实这一段日本是没有跟它相对应的这个消费时代的啊。当时大家都是穿着这个工作服啊，这个去食堂啊，日本人应该没感受过这玩意儿。然后到第3消费时代，日本是1975年到2004年，这是一个低增长时代了啊，泡沫和泡沫破裂期了，消费从家庭转向个人，讲究品牌设计与自我风格，消费多样性、个性化、高级化啊，这个向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日本人呢喜欢去买那种更小的车啊，电视跟音响也从1家1台变成了1人1台啊，买的是个性和自我表达啊，所以包括像 Walkman 啊，像什么这些东西啊，当时就在日本流行起来了。现在的话，中国应该在开始走这个阶段啊，就是从1家1，就是每家的这种消费，现在开始向每一个人的消费在前进。然后到第4消费时代啊，也就是现在日本人所经历的这个时代是2005年到这个2034年啊，这个作者还是
对未来做了一点点小预言吧。他觉得呢，未来应该是从占有走向分享原来都是这东西我买了就是我的以后呢，咱们是共同拥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共享单车呀什么这些东西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一些民宿然后呢，从分享到关系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社区内的一些东西这个做一些地方性的小的这种生活圈他们是准备做这些东西，从物质满足呢转向精神情感满足和这种情感连接这是未来消费的一个方向。更重视是简约、环保、本地生活、互助，典型代表就是无印良品这种极简生活以及各种各样的共享空间。所以日本是走了4代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也在向这个方向前进。所以这个日本这个4个消费时代，第一个少数中产享乐，第2个1亿总中流而且是家庭买大件，第3个个人化品牌消费，第4个共享连接导向的这种极简生活所以它是走了这么4节。日本消费呢，早就走向了精神体验为主走向了2次元，走向了2.5次元的消费为主体了。所以消费结构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只是这一次对于中国来说呢，有点太快了这个是真的很多人这个没有准备好。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总的消费盘子跟咱们关系不大如果中国继续是走这个强政府保这个企业让这个民众再忍一忍这个状态，那么总消费是起不来的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但是如果还想折腾点事儿有些听我节目的人可能还想着再创个业或者再想做点小生意那么就要听咱们的节目来摸清楚消费变化的一个趋势。老登们呢，现在肯定是转向保守防御了，但是老登们其实依然在消费包括买这种改善性住房什么的还是在消费的。不过呢，这个现在老登们也不再看重别人的看法了这个而是自己开心就重要了最重要这个我们只要是我买了个车我自己喜欢你们谁愿意说什么说什么这个我没关系，对吧？这个新消费走向了体验和精神享受不再为别人活着而为自己活着，对吧？以后呢可能更多的是服务消费、绿色健康消费、个性消费以及定制化消费这些才是未来。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老登们的消费崩了年轻人消费转向以及整个消费都不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咱们今天讲到这儿，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所以说北方人其实比南方人怕冷出门大棉袄、二棉袄，进屋就暖气地热，对。但是北方人进屋必须要脱衣服。武松要是喝18碗白酒，别说打虎了，这个18碗白酒下去，武松直接就酒精中毒了这是没法整的。像我们以前这个上班的时候也是喝白酒那个时候喝白酒就是真的为了测试服从度，没有谁爱喝这东西，有吧？但是反而不多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人是喝了白酒去住院打点滴的这个喝白酒喝多了以后要打葡萄糖进去。那个时候是公司开年会我其实不怎么在政府混所以就是公司开年会，就是大家要喝酒，然后一般是要喝到大概至少有5、6个人要去打点滴这顿酒才算喝得完。这个确实是很痛苦。如今的小孩坐地3套房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除非结婚需要单独住，否则根本没啥刚需。但是你要这么想，你是在这个不在北京对吧？你如果万一以后小孩到北京说我要在北京结个婚，在北京买套房，那你就得把这3套房都买了。来了点赞欢迎。在深圳10多年了7、8年前校友会偶尔会组织一些饭局，他们喝白酒、红酒都有今年他们重新拉了一个群，这群老登开始练拳了。对现在这些老登们也开始什么跑步、打拳骑行都开始玩这个了。
对，玛莎拉蒂啊，刚才也是这个脑子一抽搐没想起来啊，这个感谢。来晚了，不晚不晚。玛莎拉蒂有款燃油的 SUV，好像当年卖80多万，中国特供，除了品牌价值，其他一概不行。这个没想到现在居然出30多万电车了，那怎么办呢？这个你到中国只能入乡随俗了呀。保大呀，老婆是自己的，孩子不一定是自己的。这个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老婆也就不是自己的了啊。这个保大之所以是正确的原因是，这个保大了以后还有机会再生啊。如果保小的话，这个就等于是杀鸡取卵了嘛。晚上好，哎呀，有扳子，哎呀，赶快没收他的扳子。这个哪儿去了？让我把他的扳子没收了。咦，这儿呢。有扳子没慧眼的就把扳子没收了啊！第一次听说老登消费这个概念啊，这个很正常啊。老登消费其实真的挺这个凄凉的啊，就是花了的很多钱都不是为了自己。老登退休金1、2万啊，年轻人月薪3000，消费不崩怪那个谁崩啊？是这样的。现在2万我还没怎么见过，但是这个退休金1万多的人我还是见过不少的。想贷款的企业贷不到，不想贷款的企业硬塞。想贷款的企业都已经是贷够了所有的地方啊，真贷不出来了。最能存钱攒钱的就是老登一族了啊，这个是真的。老登只为面子花钱，这个现在也不行了啊。现在你像我就是年轻人，对吧？我就很年轻啊，我现在只为自己的体验开心花钱，面子我才不在意呢，对吧？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我自己穿着舒服的衣服啊，这个好不好看已经不管了。不长久啊，这个长不长久的事现在已经顾不上了。哎呀，塔主来了，你这已经把孩子送去学校了。说起洗脚，2023年我做消费调研，观察一家洗脚城门口停车数量一个月比一个月少，而且电瓶车先消失，然后是低端车，最后 BBA 的车主也不去了。这个整个过程大概9个月。哎，原来不是说这种歌厅洗脚城都是卡迪拉克比较多吗？现在很多人看清了现实了啊！现在就是你再要这面子没用了。贷款卖方可还行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贷款卖房啊，现在就是贷款卖房。我觉得上班的第1、2年，如果在大城市安顿，家里帮忙可以理解。如果2年以后还要靠爸妈，就真的不太合适了。不给家里补贴就算了，还要钱，这个太正常了，对吧？这个你如果真的是小镇做题家，对吧？来自于一个3线城市，那他要想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肯定得找家里要钱，根本搞不定这事儿。我今天查 Grok，好像车贷、房贷的违约率有点高啊，还好了。我看车贷、房贷其实还算是银行里头比较好的这种贷款啊，因为你真的贷给什么的钱就回不来，就是贷给这种大国企的钱，基本上贷出去就没了。但是呢，他最后还不得不贷。以前撑面子能获得很多隐形的好处、机会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机会了。现在对，现在都扯了。塔主好啊，塔主你好。医保2年前取消门诊报销，哎，没有吧？我这儿好像还是可以报销的呀。纠正一下关于房贷利息的资料啊。好，你说。现在房贷都是浮动利率了，对，但是你要最后把它算下来，基本上还是有一个4啊、5啊左右的一个利息啊，虽然是浮动。
到底什么是老登？只是老人吗？啊，没有啊，老登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男性啊，叫老登，女性不算。戏谑的称呼，网络用词，是的。年轻人收入不如养老金啊，同时提高社平下限，这属于保老损小，类似当年日本啊，保证中老年利益，损害当时年轻人利益，出现了平成一代。是的，这个反正日本的这种，我们肯定也是照这个方向往前走。我还以为老登是那种好为人师，借自己的社会资源占小姑娘便宜的老男人呢啊，他们不算，他们不算老登啊，这个能占到小姑娘便宜的，一般属于爸爸。拉布布在国外比较火啊，类似于赌博啊，国内也火，火的也很夸张的一个状态。老登是近些年来网络兴起的新词儿，有一定自嘲的意思啊，大概是说一批岁数达到一定年龄，这个稍微有点顽固啊，这个稍微有点跟不上时代，但是但有自己爱好的人啊，这个是不是有自己爱好现在不知道了啊，但是呢，确实是稍微有点顽固。所以你像我呢，肯定岁数够了啊，但是我一点都不顽固。老登是北京土话，对老人调侃和戏谑标准说法是，这个就不能乱讲了啊。我坚信拉布布是注定要崩盘的，这个不能这么想啊，不能这么想。虽然我也不买这东西，啊，不好说啊。我们办公室大姐都在买这个泡泡玛特，这个好吧，我也想买一个，但是我现在搞不清怎么买这个玩意儿。高额退休金这帮人大概要跟日本当年那帮欠款破产的人一样，要等自然死亡才能解决。日本就花了30年走出来，中国这帮老登不知道要花多少年。听说某某生物还搞长寿药啊，这个到150岁是吧？啊，没问题，买就买呗，这阵风肯定会过啊，这个不那么容易。你像那企业的人，人家也惦记说，哎，下边流行什么呀？我们得再引领一下，对吧？没那么容易。谷歌 AI Studio 的这个什么啊，有一个 key，不输入 key 就用不了这个 Gemini 3 Pro 嘛啊，Gemini 3 Pro 可以用，但是Nano Banana Pro 是不让用的啊，Nano Banana Pro 你不给它 key，它是不让你跑的。啊，这个 key 的话，你需要去创建一个，而且创建完了这个 key 以后呢，你还要先创建工程，然后创建 key，然后好像要往里头绑这个支付方式啊，绑完了以后，你再把这个 key 付到这个账号里去，你才可以 Nano Banana Pro 去画图啊，Nano Banana Pro 实在是很猛很猛。看罗永浩采访名创优品叶国富，叶说欧美日很多中老年人也买卡通玩偶，国内还局限在年轻小孩未来虚拟偶像卡通玩偶可能会有新的商业机会，创造中国文化的玩偶会出现更多拉布布，拉布布这种东西多了就不值钱了。这个它其实Nano Banana Pro 没有 Midjourney 画的艺术感强，但是这个东西呢，写字儿写的很对啊，而且它因为后边有最强的 Gemini 3 Pro 去做推理，所以呢，很多人说，哎，你给我画一个这个什么 PPT 啊，给我画一个这种有很多文字的这种说明啊，它都给你画的很好，效果好极了。像我以前跟这个土拨鼠一块做直播，不是经常有这个火箭发射时序图嘛？啊，几点发射，什么时候分离，什么时候那个这个回收啊，这个都有这样的东西。现在的话，你把这些画写给他，给你画的漂漂亮亮的啊，一点问题没有，效果好极了，好极了。所以，如果是做老师的啊，做这个需要一定的图文功底功能的这些人啊，你就去使这个 Nano Banana Pro 啊，效果太好了，而且写中文啊，特别是很多的这种很复杂的中文啊，都是可以用的。这个而且它的某些限制呢，要比极梦要轻啊，当然有些限制也挺严的。你比如说吧，我前2天让极梦去给我写字儿啊，我说雷军怎么样了，
然后吉梦写出来叫知名互联网企业家怎么样，他是不会出来雷军俩字的。这种事儿你交给这个 Nano Banana Pro 来干，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啊。灯这个字儿的原意在北方啊，确实是贬义。这个咱们就不研究这个贬义的事儿了吧。老登都没钱啊，小登哪来的钱？这个问题是老登的钱怎么给到小登去啊？中间这个消费断掉了。一般被老人烦到了啊，或者被老人欺负了，稍微年轻人点人就会骂啊。对，是以前是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日本叙事不能直接套用啊？核心差异一条，日本1990年是终点是泡沫破裂，中国2025年是结构调整。这个其实日本在这个后边也是调整了半天啊，他们也尝试能不能恢复到2000年左右，他们还觉得有机会恢复回来，但是最后也没跑出来。其实最后没有谁说我愿意就失落30年。用庄子的话说，到底是武松在梦里打了老虎，还是老虎在梦里打了武松？人家是庄周梦蝶啊，跟老虎那是实实在在打死了。我觉得现在人们可能因为收入降低后，改变了自己的消费观念，对于商品质量好的，同时是生活必需品的，大家还是舍得花钱的。也就是说，只要生活必须质量好，大家不在意价格，还是在意的啊。但是对于一些软性的精神方面，大家能省则省。这个你正好说反了。现在年轻人是对于很多软性的精神性的东西，他们愿意花钱。而对于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愿意为品质花钱，但是不愿意为品牌花钱。现在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你就跟我讲说看演唱会，现在中国演唱会开的巨猛哈，好多演唱会在开，而且呢票卖的可贵了，还都抢啊，还有黄牛，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不就是精神享受吗？啊，这个还是从数据上看，现在精神消费啊更好一点。日本的失落是泡沫破裂后的沉睡，而是中国的问题是结构式。中国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等问题过去了以后再去这个思考。日本走了4代，我们只用了4年啊，这个咱们也是一代一代走过来的啊，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只是咱们有一代他没有，就是从解放到改革开放这段他是没有的，包括还有文革啊这段他是没有的。我这个老登愿意花钱，快50了。还能蹦跶10年左右啊！我总是焦虑，按这个节奏，钱花不完啊！不会的，肯定能花完。钱花不完，我怎么舍得去死呢？其实关系一直是消费的一条暗线，不是第4消费社会才出现的。以前啊，那种太奢侈啊，那种大奢侈啊，其实也是满足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比较目的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以前呢都是这种强关系啊，才能让你有这种大消费啊、大奢侈，而现在呢很多是弱关系啊，弱关系呢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社区里头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呢跟你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关系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新的消费形态。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陪当时的班长跑过几次医院急诊，3不5时就有北方同学喝到假酒住院啊，大半夜过去死着，守着怕死人啊，所以我印象中都是北方人爱喝酒，北方人冷嘛，对吧？这个怎么办呢？而且最近还出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好像是德国啊开了一个医疗展。然后中国展商去了，然后在中国当地的一个饭馆订了200份盒饭，订完了以后呢，这个肉没有解冻就直接开始烹饪，然后肉就没熟，导致呢200多人食物中毒啊，上吐下泻去医院了。现在这个使馆也介入了啊，这个反正这中国人就专门坑中国人，对吧？老外都不去买咱们的盒饭啊，人一看中国人买盒饭，那这搞呗，对吧？当年做 Facebook 被老渣哥踢出局的那对哈佛双胞胎帅哥，后来做了比特币，他们就是说货币是最终的社交媒体啊，这个有点太超前了这部分。
引发老登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老登自己不消费，这个概念，最产生经济价值的是卖课的啊，卖课是一方面，然后养老院也是一方面，但是养老院现在实在是太贵了。有个说法，武松喝的是米酒，那个时代，度数酿不到那么高啊。其实不叫度数酿不到那么高，是酿酒都酿不到那么高。现在这些高度数的酒都是蒸馏蒸出来的，啊，当时呢没有那么好的蒸馏技术啊，所以直接酿出来的酒大概也就是10几度到20度。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中国的白酒，它的这种提纯啊、什么净化的工艺是很差的。啊，这个西方的话，包括像沃德嘎这样的东西，它的提纯工艺是非常高的。而且中国的白酒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追求挂杯啊，什么叫挂杯？就是我一个玻璃杯啊，如果你里头装的水呢，你怎么晃它是不会挂在杯子上的。如果你装着酒呢，你只要一晃啊，它都会在杯子上挂住。啊，当时为了追求这个，往里头放塑化剂，啊，就是做这个，反正是一种工业原料吧。啊，这个也是比较吓人的啊。所以中国什么甲醇啊，什么这个什么塑化剂啊，这些东西都在白酒里头。而且中国酿白酒就是我蒸一下啊，蒸的过程中呢，前面啊这个酒头啊多少毫升扔了，酒尾啊就是已经开始浑浊这部分扔了啊，或者有的人还舍不得扔啊，最后还要把酒尾跟这个中段酒重新兑在一起再喝。所以这个就反正怎么说呢，还是穷呗，就这么简单。老登消费基本是能省就省，哎，没有，老登也还是消费的。你像我现在给自己买的东西，你看，比如说大疆的这个各种设备啊，对吧？然后我的大疆的麦克风啊，现在大家看到的我的这个什么直播的也是用大疆的 Pocket 3在拍呀，对吧？我还有无人机啊，对吧？这些东西我也在消费啊，我消费的也不少。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之间选择？为什么不能同时做？保大保小这个问题本身就蛮奇怪的。这个问题不奇怪啊，对吧？你看《三体》里边有一个论点是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黑暗森林法则的第一个因素是资源永远不够，对吧？这是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最大的大前提，就是资源永远不够。所以保大保小的前提也是资源永远不够。万豪系统啊，希尔顿在1、2线城市，我感觉比10年前开多了好几倍的店。但是希尔顿呢，现在有好多开的是希尔顿 Express，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廉价酒店。面子有什么能吃吗？啊，面子是什么能吃吗？老子就是老子啊！现在很多的老登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消费了。你用这样的消费方式消费，像我现在也是这样方式来消费，我觉得我就是年轻人了啊，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想到降了半天息，国内的贷款利率还这么高。对啊，这个降的是这个银行的利息啊，这个其他的没有那么容易的。老登只有在面子方面舍得花钱啊，其他的确实是能省就省了。所以老登以前花的钱基本上自己都没想着着啊。我心目中的老登是指那帮养老金比年轻人工资都高，还一天天对别人指手画脚的老男人。这个你像我现在也在指手画脚，但是我现在还没有领到退休金啊，我的退休金要到10年以后才能领到，耐心等吧。啥时候利率能降到2以下？这个利率呢，跟这个贷款利率是两个概念啊，就是你是房贷利率是两个概念。东北话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你好，你好啊，这个你又起来了，真不容易。这个是在美国赶上直播的人都很不容易啊。连股票都有老登股，那肯花这个叫什么？茅台绝对老登股啊。这个骂人我们就不骂了啊。小确幸等于单身经济，平成废柴等于躺平。其实我们已经在日本的老路上了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已经在那条路上狂奔了。当然出圈啊，出国什么意思？好像有风声在研究遗产税啊，这个其实很难。Nano Pro 啊，能破限制吗？啊，画色情像的，
你费这干嘛？你上那个什么呀，Grok 就完了，它是可以的呀。过几年网络用语可能就改成老棺材了啊，这个不一定。我们的办公室小伙看演唱会也是成瘾了啊，还得抢票啊，抢票都有仪式感了，绝对的。这个反正对于我来说，这种消费是挺难理解的。还主要是老灯、中灯不升了啊，没有小小灯接盘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新生儿没了。上海老灯一个啊，和老范岁数差不多，半退休状态。新能源发电行业啊，老实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吃到时代红利了，还算幸运。小灯们有啥红利，还真没看出来啊。但是他们可能活得比咱们开心，对吧？咱们以前花的那些钱，就是自己也没享受着，好多也是给别人花的。红利先不说啊，延迟退休，连我这中灯都实实在在的迟到了啊！我也得延迟啊，我估计我应该63退休。80、90年代的计划生育标语是这个是只生一个好了，政府来养老，信了吧？这个现在都是被牺牲的啊，所谓的转型阵痛啊，我相信是有。唯一的问题是为什么疼的是小老百姓？这咱们一定是走这条路啊，这没办法，对吧？我记得看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个《人类简史》里边讲的，说这个人文主义分3种啊。第一种呢是自由人文主义，或者叫原始人文主义啊，人最重要啊，这个就是西方走的是这条路。第二个呢是纳粹啊，叫民粹人文主义啊，只要是我这个族的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呢叫集体人文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啊，就是为了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啊。当然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怎么讲这事儿了，我们现在也开始讲人文主义，讲民粹了啊，那个就不说了。中灯中年失业，小灯毕业就失业，所有社保谁来交啊？老灯的养老金岌岌可危，这个你像我还在交呢。资源永远不够是永恒的，毕竟人的欲望资源填不满。这个人的欲望到底能不能填满，这个不好说啊。现在低欲望社会的话，人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人的欲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跟教育和环境有关的。老登们对出海怎么看啊？老登们会，这个闯海外打拼吗？这个你像我现在想出去出不去啊，对吧？人家好多地方不要这50来岁的人啊，对吧？现在打分都打得很低了，所以出海只能中登出海，老登已经出不去了。日本不景气36年了啊，反正还在慢慢缓吧。88年出生的我啊，老想着买一套好的音响。后来有一次在百度贴吧看到每天洗碗，辅助孩子作业，然后孩子要早点睡，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你真的用不着啊。看样子我也快成老登了。你可以买耳机啊，买这种很贵的耳机。你像我就是会去买这种很贵的耳机，对吧？我的那个便携耳机是1500到2000的吧，我的这种大的这种耳罩是2000多的，对吧？你可以去买这种东西啊。而且有很多呢，就是年轻的时候舍不得买的东西，我现在都舍得了。游戏机啊，我有 PS5，有这个游戏笔记本，我还有 Switch 2，什么都有，对吧？这个就是还是要趁着自己玩得动的时候赶快买啊。当然，现在游戏机我已经快玩不动了。北京的家庭充电多少钱一度啊？我们家没有充电桩，所以没有家庭充电的问题。小灯们长得帅啊，活得开心啊，帅不帅不管，人开心是最重要。BTC 这会儿又在暴跌啊，又在暴跌了，好吧？黑色星期五了啊，那就没办法了，跌吧。年轻人不满足于实物的东西啊，这个购买精神追求本身就说明我们进入了虚拟世界了啊。我们远程看范老师直播啊，和看演唱会是一样的虚拟经济，对啊。但是我这个最主要收的是广告费啊，以及我们的会员打赏。
今年新生儿数据应该很惨淡啊，不一定啊，这个统计的数据我们也没必要太去认真。ChatGPT 群聊来了啊，但是现在我这儿还用不了啊，好像只有美国还是哪儿能用了。年轻时候舍不得买房车啊，这个最近买了一个房车。房车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一想着要去倒这个黑水箱、灰水箱，我就拉倒了啊，这个太麻烦。而且房车你平时也使不了，所以我觉得床车是很好的啊。现在他们睡床车怎么睡？就是比如说在高速上开啊，现在头一个这个收费站呢，这个洗澡啊，因为收费站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啊，不是收费站，就是休息站。休息站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司机之家，专门给那种长途司机用的。他那儿洗澡是免费的啊，洗澡、洗衣服啊，然后你还可以在里吃饭。吃完饭呢，你再开着这个车到下一个休息站里头，找一个警察呀，或者什么那种亮亮堂堂的地方啊，就是警局门口，然后开始睡。啊，这就是很多这种独自出门的女生她们总结的啊。如果你要是在一个休息站里头又洗了澡，然后还在那儿睡觉的话，就觉得不是特别安心啊。他们会在前一个休息站里头啊洗好澡，甚至把床都铺好，然后把车开走，开到下一个休息站里头啊，找一个亮亮堂堂的地方把帘子拉好了，就直接就不出门啊，就是不开车门，直接在车里头啊停好车啊，拉好帘就开水。今年出生人口有去年的一半嘛，这个咱就不研究了啊。哦，我前两天还看一特别有意思的数据，说中国避孕套哪儿用的多？你能猜到吗？啊，不是北京啊，不是上海，也不是广东。广东是出生人口最多的啊，出生人口最多的地方肯定避孕套用的少啊。中国避孕套用的最多的一个省是江苏啊，这个，但是呢，从比例上来说呢，就是从人均使用避孕套的这个数量来说呢，它并不高啊。这个基本上人均使用避孕套的数量是跟人均 GDP 成正比的。对吧？人均 GDP 越高的地方，是这个人均一年使用的避孕套就越多。在这个中国，大概是北京是第一，然后是上海第二。江苏之所以排那么靠前，最高呢，总量最高，是因为就是它的人均 GDP 也很高，它人口还比较多，它毕竟是个省嘛，对吧？它要比北京、上海这个的人口要多很多，所以它总量上来说啊，江苏是使用这个避孕套最多的一个省。但是呢，中国全国使用的避孕套的数量啊，这个2024年大概比2023年少了一大块啊，可能30%多还是几十就没了啊。原因也很简单哈，因为男人没钱啊，男人没钱了呢，你说这个你要这东西干嘛使啊？大家就进入低欲望社会了。搞个耳机啊，是耳机一定要买索尼的啊，我就是全套索尼的耳机。黑色星期五啊，这个好吧，这个我就不关心这件事儿了。资源是过剩的啊，没有缺啊。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自由资本主义40年生产的巨大财富，啊，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老登问题是全球问题啊，这个，所以印尼啊、印度啊、越南、泰国这些新兴国家会被广泛讨论，因为劳动力非常年轻啊。这个就像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啊，印尼我是去过的，那儿真的是。全国的平均年龄20多岁，不到30岁啊，非常非常年轻，非常有朝气的一个国家。泰国我也去过，印度跟越南没去过。关于日本的老路啊，我觉得只要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世界货币的印钞权，都会走到这一步啊。是本质上这些，本质上这是人类社会从增长模式走向存量模式的必然结局啊。为什么？与什么主义是？什么社会并没有啊什么必然联系啊？这个事儿呢，还要等等看。咱们如果真的能把这条路走过去的话，也行。房车、马桶都是我盗啊，这个买了一个防毒面具，哎，这个它有的时候实际上是心理因素。医院停车睡觉啊，很好啊，这个医院也行吧。啊，又一个这个什么的，很快没收小扳手。
数字游民平时住房车可以吧？你每天倒马桶，折腾死你。其实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基建挺落后的，老登们啊，这20-30年最擅长搞各种基建，不管是建筑、交通、电力、通讯、机电各种工程，组团去欠发达地区，还能搞一波，这个不行啊，人家不需要这东西。其实从不舍得花钱到舍得花钱，本质上是一种对于阶级跨越的绝望的体现，这个也不一定了。就是中产整个是崩了啊，这个事儿是不用想了。我的房车就是工作车啊，写代码就在车里啊，那好吧。问题是中灯和老灯，多数的消费观都是冲着性价比和使用场景去的，很少能够做到为了冲动而消费。没有没有，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啊！这个为了冲动消费的事儿也很多啊。就说耳机对于我而言，我会买这个苹果的 Pro 2天天用啊，但像降噪效果很好的 BOSS 大无线耳机，我就会觉得使用比例太低啊，这个基本不会考虑。其实我的大无线耳机现在也基本上不用了，原来主要是坐飞机用，现在也不怎么坐飞机了，所以这个我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可能冬天会拎出来啊用一用，其他的时候就搁在那儿放着了。我用的最多的还是这种入耳式的小耳机。很久没用避孕套了啊，这个你看看，我本人不同意老范的推荐啊。如果降噪大耳包，我只推荐 BOSS 啊，我是喜欢索尼，BOSS 我也买过啊，BOSS 我没买过，同事买过啊，我用过他们的，感觉没有索尼的好。我以前认识一个东莞开酒店的老哥，其实酒店开房率有30%多，就基本打平成本。真正赚钱的是开房的小情侣，利润最高的是卖酒店里的避孕套啊，这个好吧。出海做油管是一个选择，还有其他方面吗？很多，非常非常多。你先得能出去才行。话说无线耳机能够做到20米的连接距离吗？好像行啊，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意义不是特别大啊，因为我们平时也就是连在手机上用就完了。春水堂还在 B 站发布了带大模型的硅胶娃娃啊，更多展示不让播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件事儿。出海找工作、出海投资民宿、出海做数字游民都可以。对，出海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其实我们倒回去看看1930年的美国跟现在的中国也挺像的，那个就没有研究了啊。京东的电动车还做吗？已经卖了呀，开始卖了，卖的还可以呢。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差不太多了啊。然后这周末的话，我要好好的把会员节目做一期啊，这个讲讲特朗普主义吧。这个经常讲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在会员节目里。然后这周末可能就正常节目就会稍微的休息休息啊。礼拜六早上一般是没有的，所以礼拜天早上可能也会休息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准备出去稍微转一转吧，大概就是如此了。春水堂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还有什么？我是从来不用蓝牙耳机的，买的都是索尼、森海之类的大耳机啊。需要的时候就是转接一个蓝牙收发器就完事儿了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蓝牙耳机的。我的索尼入耳式耳机已经买了几套了，就是它的入耳的旗舰，我是基本上过个2-3年就会买，因为那个东西用的多了以后，电池不行啊，就是我每次把它电池用废了以后就重新买一个。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下次什么时候直播？可能礼拜天吧，礼拜天应该有时候还会有直播，但是礼拜天直播就没点儿了啊。辛苦啦，各位
老登、中登、小登、周末愉快。我这儿应该小登不多啊，可能主要还是老登跟中登多一点。京东其实不是电动车，它就是线上 4S 店，是这样的。戴耳机太累啊，音响是需要地儿的。怎么跟我一样啊？这个各种喜好的人都有。AirPod 每代必买，这个每代必买有点夸张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